欢迎回到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我在上期节目中讲到过，新加坡很可能早于美联储降息这个话题，因为经济和通胀前景不确定，导致美联储降息的政策更加不确定。美国股市虽然长期看涨，但是在短期内走弱的风险却很大。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现在操作的难度也很大。同时，本地银行的储蓄利率也在不断的降低。在现阶段，我们总不能把现金一直拿在手里等着贬值吧？有没有比较安全的投资方式，让我们的现金增值，至少不跑出新加坡本地的通货膨胀呢？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新加坡还有哪些比较靠谱的理财投资的方式。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在本周二，也就是4月23日发布了最新的消费价格指数。报告显示，3月的整体通胀率为 2.7%， 核心通胀率为 3.1%， 通胀继续放缓。在这样的通胀环境下，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种投资方式就是投资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债券。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债券评级是3A 级，这个级别当然不是新加坡政府自己说了算的，而是由穆迪、标普等国际权威的评级机构评选出，并且全世界只有很少的国家的政府发行的债券可以拿到3A 级，所以投资这类债券的违约风险是极低的。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债券又分为3种：储蓄债券 SSB、政府债券 SGS 以及政府短期国库券 T-bill。接下来我会分别讲一讲这3类债券各自的特点，我们可以怎样投资它们，以及我自己的一点看法。请不要走开哦。要投资这3类政府债券，首先它们最大的优势是最低申请额度都比较低，我们只需要拿出一点闲钱来就可以投资。其中储蓄债券的最低投资额度是500新币，政府债券和 T-bill 的最低额度是1000新币。储蓄债券最高只能投资20万新币，而政府债券和 T-bill 则无限额。这3类债券可以用现金或者是 SRS 账户中的资金来投资，而政府债券和 T-bill 还可以用 CPF 来投资。接下来讲一讲大家最关心的投资收益率。政府债券 SSB 的投资期限是10年，在这10年里，它的收益率会随着市场波动。最新的10年期平均收益率是 3.06%， 你可以随时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官网上查到这个数据。政府债券 SGS 有2年、5年、10年、15年、20年、30年，最高50年期的。不同的投资期限的收益率各有差别，同样可以在金管局的官网上查询到。不过，投资期限很长的政府债券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它的违约风险很低，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它的价格波动风险，这是投资任何的长期债券时都需要考虑到的风险。最后就是 T-bill 短期国库券，投资 T-bill 的期限很短，有6个月或者是1年这2种选择。不过 T-bill 的收益率却是这3类债券中最高的。4月25日最新结束拍卖的6个月 T-bill 的年化收益率是 3.73%， 这个收益率是高于储蓄债券和政府债券的。那这些债券又是怎样支付票息的呢？储蓄债券和政府债券都是每6个月支付票息，而 T-bill 则是通过折价发行的方式，你获得的利息就是购买价格和票面之间的差额。怎么理解呢？比如你打算购买最新6个月总共面值1万新币的 T-bill， 你在4月18日和4月25日之间的某一天提出申请，交易所会先从你的银行户头中扣除1万新币，然后到了4月25日拍卖的这一天，如果你收到通知，你的申请成功，就会有186.5元退回到你的银行户头。最后在到期日的那天，也就是10月29日，你投资的1万新币也会返还到你的银行户头。那么你实际获得的收益率就是利息除以本金乘以12除以6个月，等于 3.73%。那除了收益率，另外一个大家都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我能否在到期日之前提前拿回我的钱呢？答案是可以的。其中储蓄债券不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但是可以在任何时间赎回，赎回时会收到本金和票息，并且不会产生罚金。政府债券和短期国库券不可以提前赎回，但是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只不过长期政府债券在交易时需要注意价格波动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怎样投资新加坡政府发行的债券呢？我们需要有一个 CDP 账户。开通 CDP 账户的流程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在新加坡交易所网站上申请就可以了。如果你有 SingPass， 你的信息可以直接从 SingPass 中提取，2分钟就能完成申请，然后等待1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收到邮件通知申请是否通过。通过的话，邮件中会提供你的 CDP 账号，你就可以用这个账号来申请购买债券。在节目的中间，我想为自己的频道打一下广告。
我开通这个 Simba 成长和财商频道的目标是为了分享。频道的播放列表包括了 Simba 聊理财与投资，主要分享一些投资理财和个人成长的内容。Simba 新加坡理财，我会分享在新加坡生活需要的理财投资的知识，像是房地产、股票、债券、保险、税收以及 CPF 等都有所涉及。还有 Simba 读书和 Simba 之商业趣事。我建立这些播放列表，可以让观众朋友更快地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也方便你们考古。请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分享啦。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书归正传，除了政府发行的债券，在新加坡还可以选择投资本地的股息股。新加坡的证券市场体量较小，仅有不到700个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也比较缺乏成长性较高的科技公司。不少本地的科技公司，像是 C Group、Grab 等，都选择赴美上市。这样有时候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新加坡本地的股票市场不值得投资。诚然，从去年到今年3月，美股市场经历了一波大涨，尤其是美股7巨头，除了特斯拉以外的表现都很亮眼。这也不难理解，本地很多人都会把资金投放在美股上。不过在当前的情形下，如果以获得股息为投资目标，考虑把本地优质的高股息股放入投资组合，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投资本地的和美国的股息股最大的差异就是，新加坡对资本利得和股息收入都免征税，而美国政府仅免除部分国家，例如新加坡15%的资本利得税，也就是股票增值的部分的税收。但是如果在新加坡投资美国的股息股，股息收入的部分的30%还是需要交给美国政府的，这一部分无法豁免，无论你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所以从免税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的股息股更具投资价值。新加坡有不少表现稳健并且股息率较高的股票，例如本地的3大银行 DBS、OCBC 和 UOB， 去年的净利润都获得了2位数的增长。在降息的预期下，虽然今年银行的盈利可能会减少，但是来自财富管理和银行卡收费的收入都会有较快的增长。而且 DBS 和 UOB 都完成了收购和整合花旗银行的区域业务，这也会为这2家银行带来更高的收入。同时，这3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都在很低的水平。分析师预测，今年这3家银行的股息收益率可能可以达到6%到7%这样的水平。最后来说一说我自己的看法。如果我现在有一小笔钱，希望它不至于跑输通胀，又可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我需要这笔钱的时候又可以拿出来用， T-bill 是最好的选择。有些朋友对政府发行的债券有一点误解，认为他们是适合退休人士的投资选择，因为风险较低，但收益也不高。不过我认为 T-bill 是适合所有人的投资，尤其是像现在这种不确定性很高的环境下。如果希望丰富自己的投资组合，通过投资来获得被动收入，本地优质的股息股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会把政府的长期债券放在第3位，因为其实投资长期债券的难度一点也不比投资股票低，还需要关注价格的波动。其实本地有许多可投资的标的，像是基金、REITs、外汇等等。如果你希望我在今后的节目中分享更多关于投资本地市场的内容，请在节目下方留言，我会考虑再出一期节目。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